我进去的时候27000美元27000，几几年的时候？那时候那个是86年，那很厉害了。不厉害，逐步加，那么到最后的话，加到多少了差不多8万块？8万美金。那就是2003年的时候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库啊，我身边是美籍华人高先生啊，他是1978年的时候呢就去美国生活了，那么也是请他聊一聊在美国经历啊。我们家出国啊，我和我爸我妈一起出国，在1978年的9月份啊，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呢，是从1973年开始的，经过了一番周折，那么申请了3次，最后呢拿到了护照，还是委托了一位关系人物了。那么把这个护照拿到了之后呢，就是作为一个出国，不是探亲了，而是定居，这个是按当时的政策必须要改。那么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，而是我们被要求要这么做。我们到了香港之后呢，去了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，然后我的父母呢很快就拿到了入境的签证，而我呢当时已经因为超出21岁的美国移民局的规定，那么我不能去，所以到了香港呢，就是我在那里滞留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将近半年。我父母到了美国之后呢，他们就申请了我就在几个月后呢也去了美国。这是到美国的一个经历啊，等于你们一家3口在1978年都去了美国了。那么在那边之后，你呢上学，你父母呢在那边工作。对，我呢是上学，我进了一所这个私立学校啊。那么我的父母呢是这样子，离开了我姑妈的家，他们在莱克星顿市那边有那个肯塔基大学，在那个大学的边上呢找了一处出租屋，就在那边住着。因为我母亲每天要去大学图书馆学习，然后去复习他们医学院的课程，准备迎接考试。那么我的父亲呢就是找了一份在实验室工作的，然后呢就是养家糊口。那么他当时的月薪呢就是500块美金这么一个月薪。那个时候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中国国内的那个时候工资是多少一个月？48块左右吧。48块一个月。对，我当时的工资呢有23块4毛钱。那么你在美国的话，就是说边读书边打工嘛？边读书边打工，是的。我头一份工啊，我在暑假的时候去餐厅打工，当时的老板就跟我说25块，给你25块每一天。哇，我真觉得相当的美金25块美金一天。那么我也是干得什么事都要做，厨房什么打杂什么洗碗通通做啊。那时候你就20多岁的时候，25岁。赚了多少钱呢？包括有小费也挺多的吧？那边有2种啊，一种叫私产，一种叫共产。共产就是桌子上收来的小费，客人走的时候留下的小费，你去收桌子的时候把它捡起来，然后放到一个大的罐子里面。那么这叫共产。下班的时候就数这个钱，然后一共几个人平均分这样子。私产收来的小费你直接装口袋。那么你这个暑期2个月大概是多少美金呢？几百块钱吧。那么当然开学之后呢就没办法做了，因为我住校嘛。那么你工作后的话，到04年回国之前啊，在那家公司的话，等于是做这个 IT 方面的。IT 方面。那这个工资能够达到多少？我进去的时候27000美元。27000美元。对。然后我几几年的时候？那时候？那个是86年。那很厉害了。不厉害。入门级。入门级的。逐步加。那么到最后的话，加到多少了？差不多8万块。8万美金。那就是2003年的时候。8万美金，2003年的时候，那应该是国内的几十倍了呀，这个收入。这我没办法比呀。其实我们这公司的效益并不是特别好。因为那个公司原来是小公司嘛，然后都是靠老板出去拉合作的。拉合作，然后请人投资。老板是哪里人？英国人。英国人。大概多少号人呢？当时一直到我出来的时候有2万多了。他在全球啊。全球2万多人。对，我们是里面的一个部门。因为这个公司后来被并购了就成了一个大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。这公司在上海也有，天目西路。上海也有，苏州也有不过也跟你这个做的是技术活有关系，对吧？这工资确实对于我们来讲啊，感觉蛮高的了，已经不算太高。有比我高的多的人，是吧？但大部分就是说都存起来的，也存不了太多了。那个花费比较高嘛，美国花费比较高，生活消费都高。你在美国的话买了几套房子？我买房子哈，第一次买的是